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36岁赵丽颖1200亿话题亮登顶2026，颜值顶流，皮肤白胜雪，反差太离谱。2026年颜值巅峰的女艺人 Top 10榜单新鲜出炉，赵丽颖以她那令人惊艳的与颜值相关的热议话题，阅读量一举突破1200亿，直接甩开第二名近1000亿的差距，简直是美貌与实力并重的双料封神。每次看到赵丽颖的名字，粉丝们都忍不住在心里感叹一句：观，精致又耐看，气质温婉大气，仿佛无论是古装仙侠剧还是现代题材，她都能完美驾驭。从花千骨的清丽脱俗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端庄娴静，她的每一个角色都与她的气质天作之合。网络上一位网友曾大胆评价为镜头而生，360度无死角，生图比精修图还要美，是风格的诠释，简直堪称典范。前不久，她穿上一件深红色盘扣上衣，搭配高腰长裙，那种典雅的东方韵味，仿佛刻进了她的基因里。红色的饱和度极高，将她如雪般的肌肤衬得更加白皙。传统的盘扣设计和立领剪裁，既复古又不失高级感。简约的配饰和干练的发型恰到好处地平衡了整体造型，让她看起来既不过分张扬，也不显得老气，反而洋溢着十足的时髦感。在今年1月的新剧《小城大事》的宣传活动中，赵丽颖的齐刘海造型再次惊艳了全网。她所穿的 George Chakra 定制礼服质感满分，搭配 Cindy Zhao 的艺术珠宝，整个人看上去既优雅又大气。齐刘海修饰了她的眉眼线条，少了几分锋利的气场，却多了几分亲和力。许多网友看了后纷纷留言，这造型太完美了，简直就是温婉优雅的化身。与其他女星的中式造型相比，赵丽颖的风格独具一格。比如杨幂走的是仙气清冷的路线，王楚然则带着几分古风谪仙的气质，而赵丽颖却能将端庄与灵动这两种气质完美融合在一起。正因如此，有媒体曾评价她的美不是那种让人感到压迫的攻击性美，而是如同温水般慢慢渗透，让人越品越觉得有味道。从《陆贞传奇》到《风吹半夏》，赵丽颖的颜值和演技一路稳步提升。如今36岁的她依然保持着令人惊艳的状态，颜值相关的阅读量早已突破1000亿，商务资源也是源源不断。毫不夸张地说，她已经实现了美貌与实力的完美双赢。哪里还有什么颜颠之说？赵丽颖简直成了内娱圈的不老神话。有人说内娱的颜值内卷得越来越严重，可赵丽颖却用实际数据证明了，真正的顶流根本不需要靠炒作营销。1200亿的话题阅读量是观众对她颜值的最佳肯定。毕竟能够将中式温婉之美演绎得如此极致，内娱圈怕是找不到第二个了吧。如果说2026年的内娱颜值赛道还有谁能真正做到断层领先，那答案几乎没有悬念，赵丽颖。这一次，当1200亿话题阅读量这样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数据摆在所有人面前时，你会突然意识到，这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好看，而是一种跨越时间与审美周期的持续吸引力。很多人第一次被赵丽颖吸引，或许是从花千骨开始。那时候的她清透灵动，像一滴不染尘埃的水。而到了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她又沉淀出一种含蓄而内敛的东方气质，举手投足间尽是分寸感。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风格切换，而更像是一个演员与时间对话后留下的痕迹，越走越稳，越看越耐人寻味。但真正让人感慨的是她在36岁这个节点呈现出的状态。按理说，在一个极度强调年轻感的行业里，年龄往往会成为一道隐形门槛，可赵丽颖却像是反向而行，
她不仅没有被时间削弱，反而让年龄成为她气质的加分项。那种从容、温润、不张扬的美，慢慢取代了单一的少女感，成为更高级、更持久的吸引力。尤其是这次刷屏的中式造型，真的很难不让人多看几眼。深红色盘扣上衣搭配高腰长裙，本该是对气质要求极高的一套搭配，但穿在她身上却没有一丝违和。那种东方女性独有的温婉，被她演绎得刚刚好，不刻意，不做作，像是与生俱来。高饱和度的红色衬得肤色愈发白皙通透，而利落的发型与克制的配饰，又让整体造型多了一层现代感。这种刚与柔的平衡，其实才是最难拿捏的，而她却做到了信手拈来。再看小城大事的宣传现场，继刘海造型一出来，几乎是瞬间引爆讨论。很多人都说，这种发型稍有不慎就会显得呆板，甚至减龄过度，但在她脸上却变成了一种恰到好处的柔化。原本干净利落的五官线条被轻轻磨圆，多了一点亲和，也多了一点故事感。搭配高级定制礼服与艺术珠宝，整个人既有距离感，又不会让人觉得难以靠近。这其实正是赵丽颖最特别的地方，她的美从来不是攻击性的，不是那种第一眼就惊艳到让人屏住呼吸的锋利，而是像温水一样慢慢渗透进你的审美里。你可能不会在第一秒就惊呼，但看久了却会发现它怎么越来越好看。这种后劲才是最稀缺的。对比当下内娱女星的不同路线，有人走清冷仙气，有人走浓颜冲击，而赵丽颖却始终稳稳站在中式温婉这一条路上。但她并没有被标签限制，反而不断在这个框架里做加法，多一点灵动，多一点沉稳，再多一点生活气。于是你会发现，她既可以是古装剧里的端庄主母，也可以是现代题材里的独立女性。这种适配度本质上来源于她自身气质的弹性。当然，单靠颜值走到今天显然是不够的。从《陆贞传奇》一路到《风吹半夏》，她的表演层次在不断加深，人物的复杂度也在持续升级。颜值给了她被看见的机会，而演技则让她真正站稳了位置。也正因为如此，当1200亿阅读量这样的数据出现时，大家并不会觉得这是偶然的流量堆积，而更像是一种长期积累后的集中爆发。有意思的是，在一个越来越依赖营销与话题制造的环境里，赵丽颖的存在反而显得有些反潮流。她不需要频繁制造争议，也不需要刻意营造人设，仅仅凭借作品、状态和一次次稳定输出，就能持续占据讨论中心。这种低噪音高存在感，其实才是顶流最难做到的境界。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什么是颜值顶流？如果只是短暂的惊艳，那很容易被取代；如果是可以跨越时间，不断被重新发现的美，那才真正有资格被称为巅峰。而赵丽颖很显然已经走在了后者的轨道上。或许未来的某一天，榜单还会更新，数据还会被刷新，但当人们回头看这一阶段的内娱颜值格局时，很难绕开一个名字，因为它不仅定义了一种审美，也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美从来不是昙花一现，而是经得起时间反复观看的存在。赵丽颖官宣是假的，本人忙着搞事业，新剧收视破3.6%打脸谣言。最近网络上又传出赵丽颖深夜官宣恋情的消息，消息铺天盖地，仿佛已经成了事实。可当人们翻遍她本人以及工作室的官方账号时，却发现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这类没有根由、来无影去无踪的谣言，就像风吹过一样，瞬间消散。可偏偏总有人愿意信以为真。要问赵丽颖最近到底在忙些什么？答案很明确，她根本没空去理会这些毫无根据的八卦。她主演的电视剧《小城大事》正在央视8套播出，收视峰值直冲3.6%，连续8天稳居全国同时间段的收视冠军。这份成绩不是虚张声势，
而是观众用遥控器投出的真切认可。与此同时，他还成为纪梵希全球彩妆及香氛线的双线代言人。在这家拥有100年历史的品牌中，赵丽颖是第一位被赋予如此重任的代言人，品牌方对她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事实上，自从与冯绍峰结束婚姻后，赵丽颖便将全部心思投入到事业之中。过去曾有人造谣她与导演赵德胤一同游法国，秘密复婚，甚至伪造孕检单试图陷害她。但赵丽颖的回应是实际行动，拍戏拍戏，代言代言，用坚实的业绩让谣言无处立足。如今，她和冯绍峰则以合作育儿的方式维持联系，孩子生病归冯绍峰照料，情绪安抚归他负责，界限分明，互不干扰。前不久，他在直播中说了句"你别吓我呀"，却被部分网友过度解读，说他装嫩黑脸嫌弃粉丝。熟悉他的人都明白，赵丽颖性格偏内向，面对突如其来的互动时，紧张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主持人后来也澄清这只是玩笑，但恶意评论仍铺天盖地而来。有时候不免让人感慨，对女明星的要求是不是太苛刻了？事业上已取得成功还不够，还得时时刻刻维持完美形象，连自然反应都要被挑剔。如今的赵丽颖早已不再是那个需要靠恋情吸引眼球的小演员，她用作品说话，用成绩证明自己，成为了独立女性的榜样。那些天天盯着她私生活的人，不如多花点时间看看她的作品，多关注她的代言，毕竟那才是她真正闪耀的地方。在这个信息喧嚣、真假难辨的时代，关于赵丽颖的种种官宣恋情传闻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有意思的是，每一次风波过后，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是那些捕风捉影的八卦，而是她愈发扎实、愈发耀眼的作品与成绩。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影视行业的观众，我反而越来越觉得，这种谣言与实力并行的对照，恰恰构成了她如今最独特的存在感。说实话，当看到小城大事收视峰值冲到 3.6% 的那一刻，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这不是一次偶然的爆发，而是她这些年持续深耕角色，不断打磨表演所积累下来的必然结果。很多演员或许能靠一部剧爆红，但能在不同题材、不同阶段持续稳定输出的，却寥寥无几。而赵丽颖恰恰属于后者，她的表演没有距离感，不炫技，却总能让人不知不觉沉进去。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感染力，是很多所谓流量演员难以企及的。更让我感慨的是，她身上那种极其清醒的职业选择。面对铺天盖地的恋情传闻，她没有辩解，没有情绪化回应，而是用最笨的方式工作去回应一切。拍戏、播剧、代言，每一步都稳扎稳打。尤其是成为纪梵希全球彩妆及香氛双线代言人，这不仅仅是商业价值的体现，更是一种气质上的认可。它不是那种张扬夺目的美，而是一种越看越有层次、越品越耐久的东方韵味。这种气质恰好与高端品牌的审美不谋而合。其实回看她这些年的轨迹，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她越来越收。年轻时的赵丽颖是带着一股拼劲往前冲的，而现在的她更像是在做减法，减少曝光，减少情绪输出，把更多精力留给角色本身。这种转变在当下的娱乐环境里反而显得格外珍贵，因为太多人急于表达，急于证明，而她却选择了沉下来。关于她的私生活，无论是与冯绍峰的过往，还是外界不断翻新的各种传闻，说到底都只是观众的窥探欲。但从他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来看，可以明显感觉到一种边界感，不回避，但也不迎合。合作育儿，各自安好，这种理性与克制，其实比任何戏剧化的故事都更真实，也更成熟。至于那次被过度解读的直播片段，我反而觉得特别人。依据"你别吓我呀"，本就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及时反应，
却被无限放大、解构，甚至上升到人设层面。这种现象其实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当一个女演员走到一定高度之后，公众对她的期待已经不再只是作品，而是完美。但问题是，人本来就不完美，而真正有魅力的，恰恰是那些不经修饰的瞬间。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再看赵丽颖，会有一种很强的反差感。一方面，她在作品和商业领域不断刷新高度；另一方面，她在公众面前却越来越克制、低调，甚至带着一点点笨拙的真实。这种反差不是刻意营造的，而是时间沉淀出来的。如果说过去大家喜欢她是因为她的努力与逆袭，那么现在更多人认可她是因为她的稳定与自洽。她不再需要用任何外部标签来证明自己，不需要恋情，不需要话题，甚至不需要解释。她只需要站在那里，作品自然会替她说话。所以，当再有人问官宣是真的吗？我反而会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对于现在的赵丽颖来说，真正值得被讨论的，从来不是她爱了谁，而是她又塑造了怎样一个角色，又完成了一次怎样的自我突破。在这个容易被热度裹挟的时代，她用一种近乎笨拙的方式，走出了一条极其清晰的路，少说多做，少解释多呈现。也正是这种不动声色的坚定，让她在喧嚣之中显得格外动人。王一博的自由值多少钱？一位顶流长期不进组，把时间花在一档危险且注定收益有限的纪录片上，这背后究竟藏着多少利益博弈？这正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王一博粉丝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作为正当年的一线艺人，自2024年的维和防暴队以来，除了几档晚会外，王一博几乎消失在了路人视野里。他工作的重心更多都放在了探索心境这档户外探险纪录片上。尽管小鱼身边很多爱好攀岩的朋友非王一博粉丝都对这档纪录片赞不绝口，但从豆瓣数据看，关心这档小众运动的路人并不多。第二季迄今只有1500多人标记了想看，而作为对比，由王一博主演的《追风者》有超过20万人标记了看过或想看。王一博的反常举动被很多人解读为是借机向经纪公司乐华娱乐施压，以在续约或解约问题上争取到更多主动权。尤其是2025年王一博不续约乐华的传言爆发以来，这种说法更显得有理有据。可谁也没有想到，3月27日，在拉扯了大半年之后，王一博不仅出乎粉丝意料的和乐华达成了续约，同时还将获授乐华价值2500万港元的股份，正式成为乐华的股东。是的，尽管乐华一直被戏称为王一博概念股，但公司的头号招牌却一直没有持股，这也令很多粉丝感到不满。但正是透过这次意外的续约，小鱼才真正看清楚王一博在这场博弈里渴望的报酬究竟是什么。答案俩字：自由。娱乐圈最难得的自由，最不被重视的打工皇帝。对于这次突如其来的续约，王一博的粉丝们显然是不满意的。消息公开后，乐华娱乐倒闭了的绿色大字报被刷满了各大娱乐号的评论区，还有小部分极端粉丝为此在微博上宣布脱粉。纵使内娱艺人粉丝厌恶自家经纪公司早已是常规操作，但王一博粉丝们的恨在内娱生态里依然称得上是最有理有据的。这个据就是乐华娱乐自家财报。根据乐华招股书和财报，2019年王一博贡献了公司20%收入，此后几年这个占比不断提升，到了2024年，乐华总营收7.65亿元，其中王一博贡献了4.59亿元，占比超过了60%。因此，用王一博概念股来形容乐化，简直是低估了王一博的贡献。王一博就是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然而，如此重要的王一博却只是个高级打工皇帝。在这次股份授予前，他并未持有乐华股份。更让粉丝们无法忍受的是，
就算是家保险公司的老板，也知道要把萧关捧在手心里呵护。可乐化却对王一博长期不对接、不维护、不宣发式放养，次次背刺王一博和王一博粉丝王一博大粉微博原话。乐华显然也清楚上市公司过度绑定单一艺人的风险，故从2025年起开始有意淡化公司和王一博之间的关联，包括但不限于官微更少提及王一博。2025年半年报和年报里不提或几乎不提王一博，更没有披露王一博的收入贡献率。这种操作简直可以收录进成语词典，用来解释什么叫掩耳盗铃。结果就是这番操作非但没打消资本市场对乐华过度依赖王一博的顾虑，反而加剧了粉丝的不满。乐华2025年中报未提及王一博等词条登上微博热搜。自去年末起，王一博将不续约的传言便开始甚嚣尘上。那为什么短短几个月时间，这场闹剧会迎来如此大的反转呢？在小鱼看来，这压根算不上反转。留在乐华对王一博来说就是目前收益最大化的选择。打工人都明白一个道理，抛开一切人情世故，你愿意在一家公司长久待下去，最直白的理由就是钱给到位了。小鱼说的当然不是那价值2500万港币的股票还得分4年解禁。对于一年能为公司赚好几亿的王一博来说，这些股票的含金量约等于过年收假第一天老板给发的开工红包。事实上，即便王一博不是乐华股东，他依然能从乐华拿走大量分成。乐华财报显示，公司最大的成本开支是艺人分成，占总成本的70%。2025年，这项成本接近4.7亿元，是2019年的2倍，24亿元。而这一年公司的总营收是9亿，净利润仅只有8000万，不到10%。尽管财报并没有提及这笔支出是怎么分配的，以及公司和艺人的具体分成方式，但考虑到王一博对公司的收入贡献率逐年提升至60%，不难推测艺人分成这项开支里，大头都是付给王一博的。假设所有艺人的分成比例都一样，那么贡献了60%收入的王一博至少拿到了2亿以上。更何况，以他这个咖位，分成比例大概率高于同事们，故小鱼推测，王一博每年实际到手的分成或许远不止这个数。和这些收益一比较，乐华一年8000万，利润真不多。王一博有没有股份对他个人影响真不大，就算以后持了股，往后每年归属于他的股东分红也不过几十上百万，更别提这钱本就是他自己赚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可即便账算到这里，肯定还是很难让粉丝们满意。如果王一博单飞，赚的起步是更多。王一博为啥不单飞？王一博不单飞的原因，说白了就是不划算。乍一看，王一博一年为公司赚了大概4个多亿，自己仅到手一部分。如果他离开乐华自己做工作室，这些收益不都是他自己的了吗？但从财报看，乐华每年在演唱会制作开支、艺人宣传开支和音乐内容的制作上，也支出了上亿。尽管这些钱不是全花在了王一博身上，但王一博确实是受益者。一旦王一博自立门户，意味着这些开支将全部由他个人来承担，再加上相关的税务、行政开支等等，一年下来也不是个小数。单飞还可能造成收入的减少。虽然乐华被粉丝贴上了3部的标签，可作为一家在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的上市公司，乐华在对接商务资源上的能力以及人脉资源，还是要优于艺人个人的。若选择单飞，就意味着会失去一部分乐华带来的资源，收入降，成本升，最后到手的钱不一定会更多。钱没有更多的同时，风险、付出却在成倍增加。乐华其实有一个被忽视的优势，它是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公开透明，这就保障了艺人在税务问题上是相对安全的。而艺人自立门户则充满很多变数，比如2018年一些政策调整之后，很多影视工作室、小公司都补缴了大笔税费，这类问题处理不好，
势必会给艺人造成负面影响。至于公司的经营管理压力，同样需要考虑。娱乐圈里自立门户的大咖不少，但真正运营好的都很难被轻易复制。五月天参与创立的相信音乐算是成功案例之一，但即便如此，公司收入的重担依旧压在这5个老男人身上，以至于他们成了国内演唱会密度最高的艺人之一，忙到全年无休。如果王一博选择单飞，这些问题同样是他需要面对的。考虑到他在《探索心境2》中曾说，过去几年工作量越来越大，让我没有办法认真去享受这个演戏的过程。他显然更希望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真要自己当老板，怕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享受攀岩了。可就算不自己当老板，那为什么非的是乐华呢？不能换一家公司吗？抛开王一博自打踏入娱乐圈以来就和乐华绑定，友情分加成之外，还有几个现实问题很明确。首先，去哪是个问题，现在内娱还有不被粉丝骂的经纪公司存在吗？其次，作为空降顶流，势必会引发利益分配的纠葛。去有多位大咖的公司，那等着王一博粉丝们的就是打不完的口水战；去新人比较多的公司，又涉及到会不会被新人吸血的顾虑。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司会默许他2年不进组，冒着人身风险去美国野攀吗？至于乐华，纵使在粉丝眼里有千般不好，但至少在王一博想要做自己这件事上，还是给了他足够多自由的，或者说不得不给他自由。2年间，他几乎没有接影视项目，把大量时间投入到一档小众纪录片和高风险户外运动上。这些选择在商业逻辑上都不是最优解，但乐华没有阻拦，这本身就是给自由最直接的证据。在探索心境2发布会上，杜化曾这么评价王一博：以前特别希望他特别厉害，让我有面子有光，希望他在事业上熠熠生辉。但从去年开始，我跟自己和解了，现在对他最大的期愿是注意安全，身体第一，不要太去冒险了。双引号，姿态已经放很低了，你还在就好，至于干啥，随你吧。至此，王一博续约的真相其实已经很清晰了。如果他想赚更多，如果他志在当卷王，那确实有比续约乐华更好的选择。但在他的账单上，需要被核算的远远不止每年多了多少钱，更重要的是一项难以被数字衡量的收益。作为顶流艺人，时常可望而不可得的做自己的自由。之前小鱼就在王俊凯那篇写过，顶流们其实都向往自由。理清了这点，小鱼意识到，这次乐华给王一博的2500万港元的股份，与其说是给王一博的奖励，倒不如说是乐华求着王一博收下的。因为只有这样，乐华才能和资本市场继续讲故事，让资本相信王一博这棵摇钱树一时半会儿不会走。但如此一来，也暴露出了乐华过去1年多去王一博化的失败。从官微减少提及，到财报中有意淡化他的贡献，乐华试图向市场证明公司不只依赖一个人，结果却是不得不回到原点，用股份把王一博重新锁定在公司的叙事里。到头来，公司的股价和业绩的起伏，还是得系于王一博一人。而这也就意味着，要是有一天王一博不想再躺平了，有了更大追求，那公司很难拿出别的溢价筹码，区2500万的股票可锁不住这位顶流。于是，在3月27日续约当天股价上涨后，紧接着的2个交易日，乐华股价又出现了大跌。资本市场再清楚不过了，这场博弈的主导权早就不在乐华手里。如果只用钱去衡量，那你一开始就算错了。王一博这件事，表面看是续约、股份分成、资本博弈，但本质其实特别简单，他在用已经站上顶流巅峰之后的议价权，去换一种更稀缺的东西，选择自己人生节奏的权利。先把账讲清楚，再讲值不值。从现实层面看，王一博确实是那种把公司养活的人，1年给公司带来4-5亿收入，
自己拿走至少2亿以上分成，这还只是保守估算。换句话说，他早就不缺钱，甚至已经进入那种钱只是数字的阶段。那2500万港币股份，说实话，在他的体量面前，确实更像一种象征意义。它不是奖励，更像是一种绑定关系的仪式感。公司需要这个故事，资本市场也需要这个故事。所以问题来了，既然钱不是核心，那他到底在换什么？答案其实已经写在他这2年的选择里了。他没有疯狂进组拍戏，没有趁热度接代言刷曝光，而是跑去做一档小众到不能再小众的户外纪录片，探索心境，还去挑战攀岩、野外探险这种高风险项目。这件事如果放在普通艺人身上，会被骂不务正业，但放在王一博身上，反而变成了一种信号。他在主动降速，而降速在娱乐圈是一件极其昂贵的事情，因为顶流的运转逻辑是，你必须持续曝光、持续输出、持续被消费，一旦停下来，就意味着可能被替代。但王一博偏偏做了最反行业逻辑的选择，在最该赚钱、最该巩固地位的时候，去做一件不赚钱，甚至可能掉粉的事。这背后其实就是一种非常清醒的判断。再多赚1亿，对他人生的改变是有限的，但失去选择权才是不可逆的损失。很多人会说，那他为什么不单飞？自己当老板不是更自由吗？听起来很美，但现实很骨感。单飞意味着什么？不是更自由，而是你要自己扛所有成本、所有风险、所有决策。你不再只是演员或艺人，你还要变成管理者、投资人、运营者。那种状态更像什么？像把打工皇帝升级成全年无休的老板。参考很多自立门户的艺人就知道了，看似掌控一切，实际上反而更忙、更累、更不敢停。而王一博已经明确说过，他过去几年工作量太大，没办法享受表演。这句话很关键，说明他要的从来不是更大的事业盘子，而是重新拿回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再看乐华这边，其实也挺微妙的，一边想去王一博化，降低风险，一边又不得不用股份把它重新绑定，这就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公司在资本层面需要它，但在实际控制权上却越来越管不住它，于是就出现了现在这种状态。你可以继续在公司，但你做什么，公司基本不干预。这就是很多人没看明白的一点。王一博不是被乐华绑定了，而是他在利用乐华这个平台，换取最大程度的放养式自由。换句话说，公司帮他挡掉商业、税务、资源、风险这些脏活累活，他则保留对自己时间和选择的主导权。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合作关系，而不是简单的打工。所以回到最初那个问题，王一博的自由值多少钱？如果一定要用钱来换算，可以这么理解，他可能每年少赚的是几千万甚至上亿的潜在收益，但他换回来的是可以2年不进组的底气，可以去做冷门纪录片的空间，可以拒绝无效曝光的权利，以及最重要的，不用被流量裹挟的人生节奏。这些东西在娱乐圈的定价是无价，而且不可复制。更狠的一点在于，这种自由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到的，而是你必须先成为王一博才有资格谈。所以这场所谓的续约反转，本质根本不是资本赢了，或者公司赢了，而是他已经走到了一个位置，可以不按照行业规则活。这才是整件事最稀缺，也最值得被看懂的地方。谁能想到10年光阴竟能让王一博的婚姻观相差这么大？华妮分享，谁曾想到10年的时光竟能让王一博对结婚2字的态度产生如此戏剧性的反差？10年
足够让一个青涩少年蜕变为稳重鼎盛的青年，也足以让他的婚姻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曾经满怀憧憬，希望在36岁步入婚姻的少年，到如今坦言婚姻太遥远的成熟偶像，这份反差背后，是岁月的沉淀，也是现实的深思熟虑。10年前，王一博初登《天天向上》的舞台，脸上还带着少年特有的纯真与热情。当汪涵问起结婚计划时，他毫不犹豫地直言，当然要结婚，希望30岁左右成家。他甚至畅想着儿女双全的温馨画面，有一个儿子陪自己玩摩托、滑雪，眼神里闪烁着对烟火生活的无限向往。那时的他，对婚姻有着传统而美好的想象，心中恋爱应温柔，伴侣应可爱，组建家庭是一场人生必经的美丽旅程。10年后，28岁的王一博已是娱乐圈的顶流。在纪录片《探索心境2》中，当被问及婚姻话题，他淡然而坚定地回应：太遥远了。这种转变并不是对婚姻的否定，而是源自身份与心境的双重蜕变。如今的他，日常被拍戏、街舞、极限运动填满，工作强度之大让私人时间几乎为零，也难以抽出精力去经营家庭。作为公众人物，他必须维持完美的公众形象，而婚姻需要的是放松与真实的生活。这份职业与生活之间的矛盾，使他不得不将婚恋计划暂时搁置。从憧憬婚姻到专注自我，王一博的婚姻观变化中，藏着成年人的清醒与责任感。他曾坦言，无法陪伴伴侣，不如单身。这份对感情的尊重与敬畏，使他不愿轻易开启一段关系。相比被婚姻束缚，他更愿意享受当下，专注事业，在攀岩、赛车、舞台上追逐热爱，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10年光阴磨平了少年的青涩，也让他更清楚自己想要的人生。婚姻从来不是必选项，王一博的选择只是顺应内心的节奏，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活成自己最满意的模样。如果把时间当作一面镜子，那么10年前与10年后的王一博，几乎像是两个在镜中对望的人。一个眼里有光，满是对未来生活的温柔想象；一个步履坚定，在现实与责任之间做出冷静而清醒的取舍。这样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变了，而更像是一种成长在悄然完成。还记得当年他站在《天天向上》的舞台上，略带腼腆却又真诚的让人无法忽视。被问到婚姻时，他没有任何犹豫，那种笃定甚至带着一点少年人特有的理所当然，要结婚，要有家庭，要在某个年纪拥有属于自己的烟火人生。那一刻的他，真的很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相信爱情，相信陪伴，也相信未来可以按部就班地抵达幸福。那时他描绘的画面太具体了，儿子、摩托、滑雪，还有一种带着生活温度的陪伴感。你会觉得这不是一个遥远的明星在说话，而是一个正在长大的男孩，在认真规划自己的人生蓝图。可10年之后，当镜头再次对准他，当同样的问题被重新抛出，他的回答却变得格外简短：太遥远了。这4个字轻描淡写，却有重量。很多人会下意识觉得这是反差，甚至会带一点惋惜，那个曾经憧憬家庭的少年好像不见了。但如果你真的静下心来看，就会发现这并不是消失，而是升级，是认知被现实一层一层打磨后的结果。因为如今的王一博早已不再只是那个可以随意畅想未来的少年，他的时间被切割得极其精细，剧组、舞台、训练、比赛、纪录片，他的生活不是按天计算，而是按分钟甚至秒来推进。别人眼中的精彩人生，对他来说往往意味着极高强度的自我消耗。在这样的状态下，婚姻不再只是想要，而必须变成能不能承担。这才是最真实也最动人的地方。他说太遥远了，并不是不相信爱情，而是太清楚爱情需要什么。他很明白，一段关系最基本的是陪伴，
是时间，是可以卸下面具的真实状态。但他的生活恰恰最缺的就是这些。与其考虑进入一段关系，最后因为无法兼顾而让彼此受伤，不如干脆选择不开始。这种选择其实比我很想要更难，因为它意味着克制，意味着放弃某种看似理所当然的人生路径，也意味着要承受外界的误解。有人会说他冷淡，有人会说他变了，甚至有人会替他遗憾。但他没有解释太多，只是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走。这种沉默本身就很有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10年的变化恰恰让人看到了他身上最难得的一点，对自我的高度诚实。他没有被应该结婚到了年龄就要稳定这些外界声音裹挟，也没有为了迎合某种期待去假装向往。他只是非常明确地知道，在这个阶段，什么对自己是重要的，什么是暂时无法给予的。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成熟的取舍。而且别忘了，他并没有把人生缩窄成单一的轨道。相反，他在不断拓展自己的边界，舞台上的表达，镜头前的角色，赛道上的速度，极限运动里的挑战，这些看似分散的领域，其实拼凑出的是一个更完整、更立体的他。当一个人正在全力以赴地活着、探索着、突破着，他自然不会急着把自己固定在某一种身份里。婚姻对他来说，不再是必须完成的一步，而是一件需要在合适时间、以合适状态去面对的事情。这反而让人更期待，因为当他有一天真正说“我准备好了”，那一定不是冲动，也不是妥协，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坚定选择。那样的感情才更有分量。所以，与其说我们看到了一个婚姻观改变的王一博，不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越来越清楚自己是谁、想要什么、能承担什么的成年人。10年前，他相信未来会很美好。10年后，他开始亲手决定什么才是属于自己的美好。这中间的距离，不只是时间，而是成长本身。而这样的王一博，比起那个曾经天真描绘婚姻蓝图的少年，多了一层更让人安心的东西——清醒。也正因为这份清醒，他走的每一步都显得格外坚定。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